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George Akerlof 和 Robert Shiller 的《动物精神》。作者 Akerlof 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创立的柠檬市场模型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如何导致市场失灵。另一位作者 Shiller 则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于对资产价格非理性波动的研究，他曾精准预测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和2008年次贷危机。他们的《动物精神》这本书直击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盲区。几百年来，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经纪人的假设之上，认为人们总能精确计算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市场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趋向均衡。但这套看似完美的理论在现实的金融海啸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因为它忽略了驱动经济产生剧烈波动的真正力量，也就是那些深植于人性非理性的心理动机。作者将这些心理动机统称为动物精神 （Animal Spirits）。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动力是如何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一步步影响人们的决策，并最终引发市场波动的。如果假设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在花钱和投资前都像超级计算机一样精确计算概率和预期回报，我们就会错过经济活动中最核心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不是计算，而是一种情绪。当一家企业决定新建一座工厂，或者一个家庭决定背负30年的抵押贷款购买一套新房时，他们并没有掌握未来几十年的全部经济数据，他们只是基于对繁荣未来的主观信任，拿出了真金白银，做出了实质性的投入。这种跨越理性的信任，就是驱动经济的第一个心理要素——信心 （confidence）。当这种个体的信任在市场上蔓延开来时，会引发一种巨大的连锁反应，也就是信心乘数 （confidence multiplier）。在传统的乘数模型中，政府投入1块钱，可能会在市场上产生1块半的交易额，因为拿到钱的人会继续消费。但这忽略了心理层面的放大效应。当市场处于繁荣期，一次成功的投资不仅仅是为另一个人创造了收入，它更在人群中制造了情绪上的传染。它向所有人释放了一个信号：现在水温很暖，风险很低，未来充满希望。在这种情绪下，银行会主动降低贷款门槛，因为他们信任借款人未来有能力还钱。消费者会停止为了预防失业而储蓄，因为他们信任自己的岗位稳如泰山。这种群体性的乐观会将注入经济的每一块钱成倍放大，把资产价格和企业扩张的规模推向远超实际利润支撑的高位。当冲击来临时，破坏力也绝不仅限于账面资本的损失。真正的灾难发生在信任消失的那一刻，信心乘数会立刻掉头向下。即使一家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依然健康，银行也会出于恐惧突然要求增加抵押物，甚至拒绝贷款延期。那些收入依然稳定的消费者也会突然停止购买汽车和房屋，选择把现金死死攥在手里。信贷市场的瞬间冻结和消费的急速萎缩，往往不是因为工厂突然倒闭或是工人的技能凭空消失，而是因为维系交易的心理信任断裂了。繁荣与恐慌的周期交替，从根本上是由这种盲目的信任与不信任所主导的。按照纯粹的供需关系来看，解决经济衰退的方法非常简单直接。如果市场需求减少，企业只需要降低产品价格，同时全员降低工资，直到总账平衡，所有人就能保住工作。但任何真正管理过企业的人都知道，这在现实中极少发生。Daniel Kahneman、Jack Netch 和 Richard Thaler 曾经做过一项问卷调查，他们让受访者评估这样一个场景：一场暴风雪袭击了一座城市，第二天早上，当地一家五金店把雪铲的价格从$15涨到了$20。按照纯理性的供需原则，
需求激增带来价格上涨是完全合理的市场调节。但高达 82% 的受访者认为，五金店的做法极度不公平，是不可接受的趁火打劫。人不是冷冰冰的计算机器，人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死死盯着的是公平 （fairness）。设想一家企业的营业收入突然下滑了 10%， 从数学上看，最合理的动作是把100名员工的薪水全部下调 10%， 这样既能保住现金流，也能保住所有人的饭碗。但管理层几乎从来不这么选，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次覆盖全员的降薪会被绝大多数员工视为一种深刻的侮辱和对公平契约的破坏。降薪带来的直接结果并不是财务报表的平衡，而是组织士气的大面积崩盘。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员工会开始迟到早退、消极怠工，甚至顺手牵羊拿走公司财物以弥补心中的不平，而最优秀的核心人才会立刻开始寻找下家。为了保护留在公司里那批人的公平感，雇主会选择另一条路，保持目前的工资水平一分不降，然后直接裁掉 10% 的员工。留下的90个人会觉得自己的劳动依然得到了公平的标价，从而维持原有的工作效率。这个完全由人类心理驱动的决策，在宏观经济中造成了一个庞大的结构性现实：非自愿失业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市场上明明有大批能力合格且愿意接受更低薪水的人渴望工作，但企业宁愿空着岗位也不雇佣他们，更绝不降低现有员工的工资。失业是整个市场为了维持那份脆弱的心理公平感而支付的昂贵代价。古典经济学总是预设人类能够一眼看穿通货膨胀的迷雾，认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打工人，真正在乎的只有拿到手里的钱到底能买多少实际的面包和牛奶，绝不会被钞票上印着的虚假零头所欺骗。这种假设认为人类天生对货币幻觉 money illusion 免疫，但实际的测试结果却完全相反。Aldar Shaffer、Peter Diamond 和 Amos Tversky 专门针对这种心理现象进行过一项实验。他们向人们展示了2个对比场景。第一种情况，一名员工在通货膨胀率高达 4% 的年份里获得了 5% 的加薪，扣除通胀后，他真实的购买力只增长了 1%。 第二种情况，另一名员工在通货膨胀率为0的年份里获得了 2% 的加薪，他的真实购买力实打实地增长了 2%。 但当被问及哪位员工更开心，谁的处境更好时，绝大多数受访者毫不犹豫地指向了第一位员工。人们的视线被纸面上不断增长的名义数字死死锁住了。那个 5% 的涨幅在心理上被放大成了一场胜利，即便通胀已经悄无声息地吃掉了其中的大部分价值。而面对 2% 的涨幅，即便它带来了更多的真实财富，人们依然觉得少得可怜。这种对名义货币的盲目迷信深刻影响了企业控制成本的方式以及宏观经济的走向。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如果在通胀率为0的时期试图把所有人的名义工资下调 2%， 立刻就会引发强烈的反抗和罢工。但如果此时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 4%， 企业就可以从容地给大家提供 2% 的名义加薪。员工们拿到稍微变厚一点的工资单，会心满意足地继续工作，完全忽略了自己真实的购买力实际上已经下降了 2%。 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就变成了整个社会运转的心理润滑剂，它让企业能够在不激怒员工、不破坏公平感的前提下，隐蔽地降低实际的人力成本。当通胀消失，这种润滑剂也被抽干，企业无法通过降低名义数字来削减开支，只能重新回到简单粗暴的大规模裁员上。大众对于名义数字的执着，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消费、雇佣和投资节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基础是供给满足需求。当消费者需要更快的汽车、
更大的房屋时，市场会调动资源去生产。但在经济繁荣期，当大众的情绪被狂热的投资意愿所支配，及其渴望高额的短期回报时，市场同样会迅速制造出满足这种心理幻觉的产品。这就是驱动经济波动的第三个心理要素：腐败和欺诈 （corrupt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繁荣的经济环境是欺诈行为最完美的温床。当所有人的资产都在增值，市场的警惕性会降到最低。投资者不再仔细审查复杂的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监管部门也会在乐观的氛围中放松警惕。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牛市中，企业管理层面临着极大的股价上涨压力。为了迎合华尔街对利润无休止的增长预期，安然公司利用复杂的表外特殊目的实体，将数以10亿计的巨额债务和不良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上彻底隐藏起来，对外制造出利润持续大幅增长的假象。作为当时全球5大跨国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负责对安然的财务进行审计。由于安达信每年从安然身上赚取高达数千万美元的巨额咨询费，巨大的利益冲突让审计标准形同虚设。安达信甚至直接参与了部分财务造假的掩盖工作。这种暗箱操作在信心高涨的牛市中能够毫无阻碍地运转数年。2001年12月，安然公司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数百亿美元的股东价值瞬间灰飞烟灭，数以千计的普通员工不仅失去了工作，他们投入公司股票的养老金也血本无归。随后的10通财务造假案接连爆发，彻底摧毁了市场对美国企业盈利数据的信任。当潮水退去，繁荣期积累的腐败被集中曝光。这种曝光不仅是几家公司的倒闭，它会瞬间抽干整个市场的流动性。投资者会假定所有原本看起来健康的企业都可能存在类似的问题，从而拒绝提供任何融资。经济衰退的深度和广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一轮繁荣期掩盖了多少欺诈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被揭露时对公众信任体系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为了处理复杂的统计学概率而进化的。我们理解世界、记忆信息和做出决策的方式高度依赖于叙事。那些具有时间先后顺序、包含因果关系和情绪起伏的叙事，构成了驱动经济的第4个心理要素：故事 （stories）。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社会共同口口相传的故事所左右。在20世纪90年代，主导全球资本市场的是新经济故事。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运作的规律。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评估一家企业价值的传统市盈率模型已经失效。一家刚刚成立，没有任何实际盈利，甚至连清晰商业模式都没有的互联网初创公司，仅仅因为拥有不断增长的网站点击量，就能在纳斯达克市场上获得数十亿美元的估值。这个故事通过财经媒体的头条、分析师的报告，以及普通人在餐桌和高尔夫球场上的闲聊，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越来越多的人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全职的日内交易员。人们购买科技股，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做了严谨的折现计算，而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了这次不一样的时代故事。资金的疯狂涌入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2000年3月推高到了5048点的历史顶部。高耸的股价反过来又成了新经济故事真实有效的最强有力证据，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自我强化循环。当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终破裂时，作为底层技术的互联网并没有消失，网络带宽在增加，网民数量在持续扩大。真正消失的是那个认为科技股只会永远上涨的故事。叙事瞬间从拥抱无限未来翻转为一切都是骗局。故事的改变直接切断了资本的供给，
成千上万的互联网公司因为融不到下一轮资金而集体倒闭。资本市场并不完全由客观的资产负债表驱动，它跟随着公众大脑中正在播放的那场叙事同频共振。故事的起承转合就是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衰退。个体的认知偏差和群体的盲目冲动从来都不会孤立存在。信心、公平、腐败、货币幻觉以及故事，这5个心理维度在现实经济中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宏观经济的繁荣与崩溃。一场典型的经济周期往往从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新故事开始，一项新技术的突破或者一项新政策的出台，在社会上引发广泛的讨论。这个故事迅速点燃了大众的信心，消费者开始毫无顾忌地透支信用卡，银行大幅放宽抵押贷款的标准。在大量廉价资金和盲目乐观的掩护下，逐利的资本开始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边缘，财务报表被粉饰，腐败和欺诈在繁荣的阴影处迅速滋生。企业管理层为了迎合华尔街的高预期，不断透支未来的收益。在这个扩张阶段，货币幻觉发挥了关键的掩护作用。通货膨胀虽然在悄悄侵蚀实际购买力，但员工们看着名义工资的微小上涨，依然感到满足。企业得以在不增加实际人力成本的情况下维持高额利润。这种由心理因素搭建的繁荣堡垒极其脆弱。当一个突发事件出现，比如某家知名企业无法兑付即将到期的债务，或者一桩巨大的财务丑闻被公之于众，旧的乐观故事瞬间破产。信心在几天之内彻底蒸发，恐慌情绪沿着金融网络迅速蔓延。银行出于自保，立刻冻结所有的信贷额度。企业发现订单锐减，现金流面临枯竭，必须立刻削减开支。面对财务危机，管理层受到员工对公平感强烈执念的制约，无法通过普遍降低全员薪水来渡过难关。为了不破坏留任员工的心理平衡，企业只能选择大规模裁员。原本只是金融系统内部的信任危机，最终变成了实体经济中大批工厂的停工和非自愿失业的飙升。从一个人盲目的乐观，到一群人疯狂的投机，再到整个社会陷入漫长的萧条，传统的理性经济学模型在这里彻底失效。人类内心深处的这些本能与偏见，才是主导宏观经济周期的真实力量。当我们将视线投向历史上那些破坏力惊人的经济萧条时，会发现纯粹的物质资本和技术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发生损毁，真正崩塌的是维系经济运转的心理支撑。以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为例，在1892年，美国的工厂运转良好，铁路网络不断扩张，整个国家沉浸在工业化带来的繁荣故事中。但在1893年5月，当时华尔街交易最活跃的股票之一美国国家绳索公司 National Cordage Company 突然宣布破产。这家公司在破产前极力粉饰财务报表，维持高额分红的假象。这种繁荣期积累的欺诈行为一旦暴露，立刻在市场上撕开了一道信任的缺口。一家公司的倒闭并不足以瘫痪整个国家的经济。真正让危机失控的是人们开始极度担忧美国政府将放弃金本位，转而无限量铸造银币。这个关于货币贬值的故事在报纸和街头巷尾被疯狂传播，引发了民众对手中纸币购买力的深度恐惧。原本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投资者和储户瞬间陷入恐慌，他们纷纷涌向银行，要求将存款兑换成黄金。外国资本也因为害怕美元贬值而大规模撤出。在信心的全面溃败下，银行为了应对挤兑，不仅停止了所有新的贷款发放，还强行收回企业尚未到期的信贷。成千上万家原本经营状况良好的制造企业和农场，仅仅因为资金链突然断裂而被迫关门。面对营收骤降，
企业管理层在维持内部公平感的考量下，无法让全员接受足以对冲收入下滑的巨幅降薪，最终只能选择大规模裁员。美国的失业率在极短时间内飙升至接近 20%。 在这场历时数年的大萧条中，美国的农田依然肥沃，机器依然完好，工人们依然强壮且渴望工作。经济陷入漫长停滞的唯一原因，是人们大脑中那个关于繁荣与信任的故事被恐慌与猜忌彻底取代了。在所有的资产类别中，房地产市场由于其特殊的金融属性，成为了各种非理性心理交织的最典型舞台。2008年爆发的全球次贷危机，完美展示了心理齿轮是如何一步步将整个金融体系推向悬崖的。这场世纪泡沫的起点，是一个在全美国深入人心的故事：全国范围内的房价永远不会同时下跌。这个故事被购房者、抵押贷款经纪人、华尔街投行乃至监管机构奉为圭臬。在这个不败故事的催眠下，大众陷入了严重的货币幻觉。购房者看着房屋评估价在纸面上不断上涨，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财富安全感。他们忽略了复杂的浮动利率机制，签下了初期利率极低，随后几年将大幅飙升的抵押贷款合同。在他们的心理预期中，只要房价继续按故事设定的剧本上涨，他们随时可以通过房屋净值重新贷款来覆盖不断增加的利息成本。这种对名义价格的盲目乐观，彻底掩盖了真实的债务风险。与此同时，繁荣的表象为金融系统内部的腐败和欺诈提供了极佳的掩护。贷款经纪人为了赚取高额的手续费，抛弃了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审查，大量发放所谓的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贷款。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会立刻将这些劣质贷款打包，重新切割成复杂的担保债务凭证。而评级机构同样深信那个房价永不下跌的宏观故事，将这些充满了高违约风险的金融衍生品盖上了3级的最高信用印章，将其卖给全球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当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房价停止上涨的那一刻，整个建立在心理幻觉上的金融大厦瞬间布满了裂痕。购房者发现自己无法再通过抵押房屋来偿还激增的利息，违约潮全面爆发。房价永远上涨的故事被彻底粉碎，取而代之的是对金融衍生品底层资产极度不信任的恐慌叙事。评级机构的光环瞬间失效，大型金融机构之间不再清楚对方的资产负债表里到底隐藏了多少有毒资产。因为失去了最基础的信任，全球银行间的拆借市场彻底冻结，最终引发了雷曼兄弟的倒闭和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当我们看清了经济周期背后的心理驱动，就会发现长期以来主导经济学界的完全放任自由市场理论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如果市场上的参与者都是绝对理性的，市场当然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完美均衡。但真实的宏观经济是由无数充满认知偏差、容易被故事感染、受制于公平执念的人类所构成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制确实能高效地生产出改变世界的创新产品，但它同样会高效地迎合人们在繁荣期极度渴望投机的心理，制造出海量的金融泡沫和欺诈工具。面对这种深植于人性的波动倾向，将宏观经济完全托付给市场去自动调节，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冒险。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本质上是对大众心理的管理，政策制定者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承担起设立规则与提供护栏的责任。在经济过度繁荣、大众信心盲目膨胀的时期，监管机构不能被当时流行的乐观故事所迷惑，他们必须逆势而为，通过严格的金融审查和信贷限制，去压制那些在暗处滋生的欺诈行为，
防止信心乘数将资产价格推向毁灭性的高度。而当泡沫破裂，恐慌情绪蔓延时，纯粹的市场力量不仅无法自救，反而会因为信任的丧失陷入恶性循环。银行不敢放贷，企业不敢投资，大众不敢消费。在这个心理陷入全面瘫痪的时刻，政府必须果断介入，充当最后的借款人和支出者。通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和流动性注入，政府不仅仅是在填补资金的缺口，更重要的是向全社会注入新的信任，用一个经济正在被强力托底的新故事，去强行阻断那个正在摧毁一切的恐慌叙事。只有通过这种适时的干预，为经济活动设立坚固的心理防线，我们才能在享受自由市场创造力的同时，避免被人类自身的盲目与狂热带入深渊。动物精神是一本打破传统经济学理性假说的宏观市场观察指南。它提醒我们，主导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起伏的，不仅是客观的供需曲线，更是深植于人性的信心、对公平的执念、对名义数字的错觉，以及那些在人群中疯狂传播的时代故事。自由市场从来都不是一台完美无缺的自动调节机器，它会因为人类的贪婪与盲目而走向失控。只有正视这些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并在关键时刻建立起坚固的宏观规则护栏，我们才能在享受经济活力的同时，避免陷入一次又一次的财富毁灭。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